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杨紫暴瘦惹争议，从全网炒丑到事后逆袭，内娱畸形审美何时休？杨紫这一波瘦到上热搜，我看评论区都快成大型网友自我打脸现场了。前几年追着人家喊减肥，现在集体妈味上头，姊妹，求你多吃2口。这反转速度简直跟翻书似的。说句实在的，我刷到那条杨紫都瘦成啥样了的热搜，第一反应真不是夸她美，而是下意识倒吸一口凉气。生图里那肩膀窄到像画里勾出来的线，侧面一站，整个身形薄得跟背景板融一块了。那下颌线直接削成了利器，真有点能当切纸刀那味儿。但你要说她状态差吗？也不至于。广州天环那场线下活动，我有朋友在现场，给我发了一段没修图的视频，人群挤得跟春运似的，商场还广播限流。杨紫一身金色礼服，整个人白得发光，远远看着气场是有的，走路带风那种。粉丝在底下喊欢迎事后的时候，那画面一下子就有点故事感了。这称呼可不是白叫的。按时间往回捋一捋，杨紫在拿到白玉兰视后之前，靠的是《家有儿女》战长沙欢乐颂亲爱的热爱的一路打怪升级。童星出道那会儿，别人家的童星是童年女神国民闺女，轮到她，常见弹幕是常开了吗？最丑童星之一，说难听点的真不带刹车的。我就纳闷了，同样是小孩，换别人肉嘟嘟叫有福香，到他这儿就成了土丑圆脸扛不住镜头。那会儿杨紫还在综艺里自嘲，说自己是娱乐圈常的最不标准的女星之一，嘴上开玩笑，谁知道心里的多膈应。而大家对她身材的执念，从有记忆开始就没消停过。早期拍现代剧时，被朝上镜撞小粗腿，那剧流传极广的杨紫胖若两人，你要说完全没看过，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没上过网。那几年，只要她出一个路透，评论区底色永远是胖、腿短、土、脸大。问题是，娱乐圈那个审美环境也够一言难尽。女明星好像只要没瘦到90斤以下，就都被默认为状态不好。我个人认为，这种病态的白瘦又标准，比滤镜还毒。镜头前稍微有点肉，就有人说上不了大荧幕气质，好像人只要不长成纸片人，就没资格谈事业。杨紫就是在这种氛围里被生生撑过来的。她自己说过，为了新戏效果，从110斤直接往80斤砍，硬是把当年被吐槽的小粗腿剪成了筷子腿。你看人现在活动生图，腿又细又直，比例也调教出来了，走起路来挺利落。一双高跟鞋一加成，视觉上那叫一个爽。可问题又来了，当年喊她胖的还没散场呢，现在换着马甲又跳出来心疼她瘦脱香。有人说她脸都凹了，没点肉有点吓人。有人上纲上线，娱乐圈把女孩逼成啥样了？我看着评论，只想说一句，得了吧，这个局，网友自己不也掺了一脚吗？我觉得吧，大家有时候真是失忆来得倍儿快。当初多少人拿她和那种标准网红脸对比，说她不够精致，一会儿嫌鼻子塌，一会儿嫌脸圆，一会儿嫌身材不算 S 型。她哭也不好使，减肥也不算努力，演技上来了又说长的配不上角色。你说这要求放真人身上简直就是困难模式。再说回来，这次大家之所以被她瘦到吓一跳，还有个背景是生命树。有媒体报道，那个戏整整在海拔4800米的高原干了将近半年，零下20度的冰河、暴风雪，全是真人上阵，不用替身，全剧组都在吸氧。她素颜面对高清镜头，风一刮脸跟刀子似的。
镜头里还的表现出那种顽强、绝望、挣扎的情绪。我跟一个做服装的小伙伴喝咖啡，他给剧组做过冬装，说高原那边不少演员嘴里都是血泡，唇膏抹完5分钟就被风刮干。杨紫那会儿本来就为了角色减重，又加上环境恶劣，来回一折腾掉了10几斤。人一瘦，五官就更立体，下颌线棱角直接冲镜头了。而就是这么拍出来的戏，让她拿到了白玉兰视后。有人说她红气养人，也有人说她都是奖撑出来的底气。我个人认为，奖杯未必说明一切，但对一个从小被喊丑胖的女孩来说，这玩意儿就是一张特别硬的回击。你们爱怎么审美怎么审美，我自己有成绩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线上这片舆论场，我是真替杨紫这种女明星捏把汗。一边要求你永远保持少女感，不许老，不许松弛，不许长皱纹，一边又在那喊健康最重要，不要过瘦。你看啊，这2条放一起，本身就拧巴得很，既要你是人，又希望你像 PS 出来的。最讽刺的是，评论区里那句杨紫的减肥史，就是内娱审美变迁史，还挺有点意思。早期大家追捧的是清纯甜妹，那会儿她圆圆脸还算吃香，再后来流行冷白皮、漫画腿，她往精致路线改造，现在开始吹高级感、松弛感，又开始有人怀念她从前肉嘟嘟、笑起来软乎乎的样子。可是你说，一个活人怎么可能像橡皮泥一样，随大伙每一次流行风向随便捏？角色要她瘦，他就得咬牙控制饮食、健身打卡；角色需要点生活感，他又得恢复体重，不然镜头前看着就太苦。来回折腾的不是数据，是身体，是激素，是情绪，是人。我个人真心觉得，北京话说就是别老拿人当泥捏。观众是有权评判，但这权利用多了就容易走形。你在屏幕前打一行胖丑土，对你来说1秒钟，对对面那个被你评价的人来说，就是又多了一块压在心口的石头。堆多了，人迟早要出问题。而这一波杨紫太瘦了的争论里，我反倒看到了一点点变好的地方。有不少网友开始讨论，是不是我们对女明星的身材要求太苛刻？是不是该把健康这俩字放在好看上镜前头？有人说，她拍戏可以为角色拼命，但休息的时候希望她能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别总在体重秤上跟自己较劲。这种声音虽然来得有点晚，但总算是绕了个弯回到了人味上。我也挺理解大家那种妈妈粉心态，说白了，就是看着一个从小荧幕里长大的女孩，扛了那么多质疑、攻击、高反、冻伤，终于拿到了视后，又瘦得那么厉害，心里头有点发酸。说句人话，杨紫做到现在这个程度，完全有资格松弛一点。你想啊，她的底盘早就不是靠脸混的层级了，生命树这种类型的戏能拿奖，说明他的职业路径已经往实力派那条路走。那对他来说，身材管理是职业要求没错，但没必要卷到连网友看了都觉得不舒服的地步。我就特想对杨紫以及一堆被身材困住的女明星说一句：有时候你们觉得是在跟行业规则对抗，实际上也是在跟观众一起慢慢往前推那条线。你敢在镜头里展示真实一点的状态，敢胖3斤也照样上镜，敢在红毯上不把自己勒成沙漏，观众看得多了，审美可能就真松一松。当然，我也不想把责任全甩给网友和行业。说到底，人的身体是自己的，界限也得自己划。你听建议可以，别被建议牵着鼻子走。该为了角色瘦，你就科学的瘦，不工作的时候，想吃火锅吃火锅，想喝奶茶喝奶茶。运动是为了身体舒服，不是为了对付镜头。
说白了，别让体重秤成了你人生的 KPI。写到这儿，我脑子里突然闪回一幕，当年《家有儿女》里那个扎2个小辫儿的小雪，坐沙发上掰着手指头算零花钱，笑起来脸上那2坨肉瓣可爱。谁能料到，很多年之后，全网追着她的焦点，竟然从成绩不好顶嘴变成了腿够不够细、下颌线够不够尖。真是醉了，人活着一辈子，总得有点别的追求。杨紫现在有戏有奖有观众缘，已经算挺成功了。我个人认为，她接下来真正该卷的不是体重，而是如何在保持健康的前提下，把角色演得更厚一点，把生活过得更松弛一点。身材好不好看，这事儿就交给时间和她自己呗。反正啊，作为一个看着她一路走过来的普通观众，我就一句很实在的建议：姊妹，镜头前怎么专业怎么来，镜头外别太对自己下死命令。奶茶想喝就喝，小龙虾想啃就啃，火锅你只要喊一声，估计一车粉丝都愿意陪你炫。内娱卷的已经够上头了，你要是还能在这乱七八糟的审美里活出点自在，那才是真正的硬核。